2008年7月30日，加拿大的一辆巴士停在路上，一名身材高大的亚裔男子在巴士上走来走去，他手里提着一颗人头，眼神十分的冷漠。最吓人的是，他嘴里还咀嚼着一些肉块。没错，他在吃人。整个巴士里到处都是红色。警察赶到现场整整4个小时了，竟然无人上前抓捕罪犯，全程看完了这一场碎尸食人的表演。案发之后呢，多名目击者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甚至有一名率先赶到的警察，因为目睹了整个的过程，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最终呢，他在家中饮弹自尽。而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那名凶手并没有受到任何的法律制裁，最终被释放了。这名男子为何要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他为什么没有被判刑呢？大家好，我是海岩，下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案件。2008年7月30日，加拿大22岁的白人男孩迪姆在埃德蒙顿的巴士站登上了一辆灰狗巴士。高中毕业之后呢，迪姆一直在游乐场里打工，漂泊了2年之后，他打算回到温哥伯的老家休整一段时间，然后呢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他的女友建议他坐飞机回去，这样能比较快，但是为了省钱呢，迪姆最终还是选择了坐灰狗巴士。灰狗巴士是穿梭在美加高速上的长途大巴途中比较颠簸，但是灰狗巴士最大的优点就是便宜票价比较便宜。迪姆乘坐的这趟巴士从埃德蒙顿开往温尼伯，几乎横跨了1/4的加拿大国土行驶时间长达1天1夜。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在他踏上了巴士的时候，他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车子出发已经将近16个小时了，乘客们呢，在经过了长途奔波之后，大多都是昏昏欲睡。巴士在曼尼托巴省一个叫埃里克森的小镇站点暂时停留。这时呢，一个身材高大的华裔男子戴着墨镜上了车。这个男子名叫李伟光，40岁。8年前，他是从中国移民到加拿大，已经加入了加拿大的国籍。在埃德蒙顿呢，他靠送报纸来勉强维持生活。他的雇主呢，一直觉得他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好员工。李伟光戴着墨镜上车之后，目光在一排一排的座位上游移，想找到座位。迪姆看到这位新上的乘客在找座位，于是呢，他赶忙移开了自己身边的包，面带微笑的示意他可以坐在这里。迪姆不会想到，就是这个一个善意的举动，最终要了他的命。李伟光面无表情地走到了迪姆的身边坐下，连一句谢谢都没有说。起初呢，一切还都算是正常李伟光只是沉默地坐在那里，但是没多久呢，他就开始自言自语，嘴里不停地碎碎念。迪姆被吵得睡不着觉，他觉得这个人是不是脑子不太正常。当时呢，迪姆还给自己的父亲发消息是抱怨邻座的男子太吵了。父亲还安慰迪姆，父亲说还有几个小时就到家了，让他再忍耐一下。没想到这段对话成为了迪姆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信息了。大概20分钟之后，李伟光非常平静地从包里抽出了一把猎刀，短暂地凝视了一下身边的这个迪姆然后突然起身，朝着迪姆的颈部和胸部疯狂地猛刺。一切发生的都太快了，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包括被刺的迪姆，他甚至都来不及反抗，就在连续数十刀的猛刺之下失去了生命。车里的乘客吓得是魂飞魄散尖叫着冲向了车门，大喊着杀人啦杀人啦，快跑呀！司机呢赶紧打开了车门，拔出了车钥匙，和乘客们一起逃下了车。逃下车的乘客呢，有的顺着公路狂奔，有的呢躲在了车旁惊魂未定，有的人拿出手机赶紧报警，等待着警察的到来。这时呢，一个路过的卡车司机看到了路边惊慌失措的人群，下车之后他想去帮忙，于是呢，他拿了一根撬棍防身，走进了巴士，想要制服这个暴徒。不得不说呢，这位大哥非常的勇敢但是呢，当他上车之后看到的那一幕让他这一辈子都无法忘记。车厢里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他看到李伟光正一下一下地割着迪姆的脖子。听到动静之后呢，李伟光抬起头来，注意到了有人上车，他手拎着迪姆的头颅，直愣愣地朝着卡车司机走了过来。卡车司机当时头皮一麻，都快吓尿了，声音拔高8度，大喊着我的妈呀，救命啊！接着连滚带爬地跑下了车，还顺手用撬棍死死地别住了车门。车里的李伟光想跟着下车，但是车下的人全部死死地堵住车门，不让他下来。
警察呢很快就赶到了现场，多辆警车停在了巴士的旁边。车里的李伟光开始变得非常的焦躁，他拎着迪姆的头颅在车里是走来走去，还对着窗外的警察和群众神经质的挥舞着人头。一些年轻的警察虽然手里拿着枪，但是手在发抖啊，没有任何人上前抓捕。而接下来李伟光做的事情会让在场的所有人终身难忘。李伟光看着外面的警察，知道自己出不去，他开始慢慢的平静下来，手里不停的把玩着那颗人头啊，他玩着玩着，突然呢，他伸出手挖出了迪姆的眼球，放在了自己的嘴里，不停的咀嚼，脸上面无表情，嘎嘣嘎嘣的像在品尝美食一样。而外面的人看到这一幕啊，很多人都吐了一地啊。然而呢，这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李伟光开始了他的表演。他先割下了蒂姆的舌头和耳朵，塞进自己的嘴里，然后呢，开始分解其他部分，中间偶尔会来一口。分解的差不多的时候呢，李伟光把自己的作品一件一件的摆在了巴士的各个位置，就好像在摆放艺术品一样，那么认真啊。最后呢，他掏出了迪姆的心脏，故意当着所有人的面，一口一口的慢慢的吃掉。整个表演持续了大概4个小时的时间，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在场的警察甚至连喊话都没有，他们只是拿着枪呆呆的站在那里。在场的民众有一些人啊，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当场就辱骂那些警察，说你们手里拿着枪还不如一根烧火棍呢。警察后来的解释是，他们没有接到任何开枪或者逮捕的指令，而且呢，受害者已经死掉了，没有必要冒着风险去救一具尸体。凌晨1点30分左右，李伟光终于表演完了，他从巴士的紧急逃生窗跳了出来，警察们看准了时机，一拥而上，用电击枪呢将其制服和逮捕。一场残忍的视觉盛宴就此结束。在场的几十名目击者有一半人将隔夜饭都吐的是干干净净。人们都想知道凶手和受害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李伟光被捕之后呢，一直处于自杀监控状态，因为他所做的这个事情啊，实在是太不正常了。经过调查呢，凶手和受害者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双方都不认识。审讯当中呢，李伟光先是沉默，然后强烈的建议判自己死刑。当他得知加拿大没有死刑的时候，他显得非常的失落，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只求一死。被捕8天之后，法院派来了3名专家对李伟光呢进行了精神鉴定，结果是他真的有病，而且病得非常严重。李伟光患有严重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和妄想症，接着呢，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那么李伟光到底是什么人呢？一切还得从头说起。李伟光1968年出生于辽宁的丹东从小呢喜欢电脑的他考上了武汉理工大学，毕业之后成为了一名程序员。他娶了老婆，工作待遇也非常好，生活可以说过的是有声有色。如果就这样一路走下去的话，大概率呢他也会有不错的人生。但是呢，春风得意的李伟光有了新的目标，那就是全家移民国外。2001年，他放弃了国内的一切，带着妻子头也不回的来到了加拿大。他认为凭借自己的能力，在哪里都能活得很好。然而呢，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虽然他有着很好的编程技术，但是他不会讲英语，语言完全不通，而且国内的学历在加拿大根本就不被承认，所以呢，他找不到对口的工作，只能靠一些苦力活来维持生计。曾经坐在办公室的程序员沦落到农场里去打工，就算每天累死累活的，赚的钱也少得可怜。在餐馆洗盘子的妻子都比他赚得多，夫妻关系逐渐的因为经济问题变得非常的紧张，经常吵架。巨大的落差呢，给李伟光造成了不小的打击。也许当初他的人生太过顺利了，导致他的抗压能力比较差，精神实在是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呢，他开始逃避现实，精神出现了问题，而他自己却不知道。从2004年起李伟光就有一些不太正常了。他经常向妻子哭诉说自己能够看到上帝，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2005年，没有找到工作的李伟光又一次听到了上帝的指令，让他走回曾经住过的威尼伯。他沿着高速公路一直往前走，丢掉了所有的行李。巡逻的警察发现了他，他跟警察说自己在跟着太阳走。警察一听，二话不说就把他送到了精神病院。
医院诊断出他有精神分裂症，并且给予了治疗。但是李伟光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啊，服用了一些药物之后呢，就悄悄地离开了医院。回到家之后呢，他和妻子办理了离婚。之后呢，他搬到了埃德蒙顿，在那里做过清洁工、守夜人、叉车司机等等各种工作。在这期间呢，他的病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了。他经常毫无征兆的失踪，然后呢，莫名其妙的大笑，有时还会自言自语。2007年，李伟光在神的指引之下买了一把猎刀，神告诉他，恶魔很快就会出现在他的身边。2008年的7月，神又一次发出了指示，神要他彻底离开自己的前妻，找一份新的工作。他给前妻留了一张纸条，上面说：“我走了，不要找我，祝你幸福。”然后呢，他买了一张前往威尼波的车票。7月29日，李伟光在埃德蒙顿登上了这辆灰狗巴士。经过了10几个小时的行驶，神命令他在埃里克森小镇下车等待。7月30日凌晨，神的指示突然消失了。李伟光坐在车站的长椅上，看着一辆又一辆的车从自己的面前驶过，直到编号1170的灰狗巴士出现的时候，神的声音再次响起了，神让他登上了这辆巴士。李伟光上车之后呢，在前排坐了一小会儿，神呢又让他换到后排去。他在迪姆的身边停下，迪姆对他微微一笑。就在这时呢，神告诉他，恶魔就坐在你的身边，你必须得杀掉他。李伟光掏出了猎刀，捅向了手无寸铁的迪姆。迪姆死了之后呢，神又下达了新的指令。神说，你必须得把它撕成碎片，然后吃到自己的肚子里，不然恶魔还会复活的。于是呢，李伟光就照做了。做完这一切呢，神又要求他去死。可是被捕之后，加拿大不仅没有死刑，还判定他无需承担刑事责任，直接给他送到了精神病院。2009年的3月，法庭判决李伟光因为患有精神分裂症，在案发时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他被送到了精神病院里去治疗。父母盼望着能将凶手绳之以法。当听到李伟光被判无罪，并且被送到精神病院的时候，他们彻底崩溃了。接着呢，他们又以亵渎尸体的罪名起诉李伟光，结果起诉被驳回。他们又起诉警方和灰狗巴士公司，结果也被驳回了。杀害自己儿子的凶手不用为此付出任何的责任和代价，可想而知两位老人是多么的绝望。迪姆的父亲将自己的儿子的头像纹在了自己的前胸，他和妻子一起到处奔走，想为自己的儿子讨回公道，但是一直都没有什么结果。受到刺激的不仅是迪姆的父母率先赶到现场的骑警贝克，在目睹了整个行凶过程之后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做了20多年的警察的他，见过无数的凶案，但是这个案子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辞去了警察工作，转为文职。2015年的时候退休。退休仅仅1个月之后，他仍然承受不住自己的心理压力，在家中饮弹自尽了，年仅51岁。他留下了一份遗书，对自己在灰狗巴士案件当中不作为感到极度的内疚和后悔。他说自己眼睁睁地看着凶手玩弄尸体，却没有出手阻止，这种负罪感最终压垮了他。那个拿着撬棍上车的卡车司机，因为目睹了斩首的那一幕，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之后他每天失眠，靠喝酒才能入睡，成为了一名酒鬼。因为长期饮酒，他的身体也垮掉了。当时车上的一名女乘客案发之后呢，生下了一个女儿，但是因为精神状态极其的不稳定，孩子一出生呢就被儿童保护机构给带走了。案发10年之后，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直到现在呢，他还是不停的做噩梦，坐公交车会恐惧，见到陌生人会紧张，不信任任何人。而接受治疗的李伟光逐渐的好了起来。进入精神病院之后，他深知药物对自己有帮助，十分的配合治疗。短短1年内，病情就有所好转。医生说，他知道自己做的事是邪恶的，每天都活在忏悔和愧疚当中。经过评估呢，李伟光再次犯罪的几率在7%以下。2017年的2月，李伟光正式出院，获得了完全的行动自由。他改名为威尔贝克，用新身份重新的生活。加拿大的精神分裂协会的负责人说，李伟光已经变成了一名正常的市民。换句话说呢，李伟光不用负任何的责任，换个身份已经正常生活了。迪姆去世了几个月之后呢，他的女友生下了一名男孩，这名男孩和迪姆长得非常的像，这个小孙子成为了迪姆父母重要的精神寄托。迪姆的母亲卡洛尔在儿子出事的公路旁立了一个白色的木质的十字架，上面写着请安息，永远爱你。他把儿子生前穿过的一件衬衫套在了旁边的一个小十字架上，希望儿子能在另一个世界快乐的生活。